好，再回到環球大亂線節目現場，我們繼續來看美國總統川普，他又有驚人之舉了。近期呢，大家都知道啊，他跟聯合國的關係處理的是不太融洽，他竟然向全球有60個國家呢廣發邀請函，說，大家一起來玩吧，我要成立一個叫做 Board of Peace 和平委員會的構想，強調呢要以一個全新的機制來處理近年頻繁發生的世界衝突啊，那第一個目標就是要解決加薩的矛盾。從目前曝光的內容來看呢，這個和平委員會也可以說充滿濃濃的川普色彩。我們來看，包括呢，川普他將擔任首任的主席，並且擁有絕對的權力哦，這個就很耐人尋味。好，再來，一般的成員國他的任期上限為3年，之後呢，主席也就是川普本人啊，可以決定你是不是可以續任。你跟我玩得好，我讓你繼續待；你跟我玩不好，不好意思，你會被趕出去。那成員國呢，如果不想要遇到這樣的尷尬狀況，你也可以捐贈哦，超過10億美元的現金哦，大概折合新台幣這個316億啊，就可以獲得一個永久會員的資格。哇，看這3點就知道了，非常有這個川普的綱要的感覺哦，就是你花點錢，咱們來交個朋友，然後來玩玩看這樣的一個商人思維。所以委員啊，你怎麼看川普現在拎出這一個川普版的聯合國鬧這一出戲，他想要搞什麼？川普任期剩下不到3年啦，那請問一下，這個和平委員會存續期間可以超過3年嗎？下任美國總統如果是共和黨呢，會接續他這個做法嗎？如果民主黨呢，更不可能接續他做法，所以他開心好玩就好，開心好玩，就像那個魯特尼，對，魯特尼克說要讓我們總統開心啊，讓他開心就好。這個和平委員會其實沒有到什麼聯合國的規格啦，它就是為了處理加薩走廊的土地利益的分配嘛。那土地利益分配，你給我10億，我就分配給你多一點；你不給我錢，我分配少一點。會繳錢大概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啦，維持這個一個基本的運作啦。這個他自己當主席，而且擁有皇帝一樣的權威，誰能加入要我同意，我也可以開除你。哇，這個真爽啊，對啊。然後這個和平委員會可以控制一個加薩走廊的理事會、文官集團的政府。你看，那最糟糕的是以色列，我流血流汗拼命搞個老半天，加薩走廊我一塊土地都拿不到，全部被川普拿走，這變成美國的海外領地，只是一個國際化的海外領地，一個托管地而已啊。那找什麼 Tony Blair 來嘎一腳哈，大家抽一腳。那其他的有哪個政府的首長參加？那個這人找 Tony Blair， 那你找現在的這位首相怎麼辦呢？啊，所以啊，這個是一個川普在撈錢的一個機制啦。啊，那他的目的就是說，我如何來處理？他可能3年內真的會把加薩走廊處理的有模用哎。我經常喜歡開玩笑哈，我說川普幹別的不行，搞土地一把照，老本行，老本行。這加薩走廊的土地問題，他處理起來比誰都好熟練。他要錢啊，他又不想美國出錢，所以呢，就是一個10億收一收，夠了啦，真的也夠了哦。那夠了，問題是，那川普卸任以後，和平理事會主席還是他嗎？你先問這個問題，他沒有說不是他哦，關鍵他繼續控制這筆錢，他當加薩國王，是不是？哇，這個超有趣的。那把它想象成聯合國，那就有點過了。為什麼？聯合國其他國家不會理會你，大部分國家跟以色列、跟那個加薩走廊也沒什麼關係啊，是大家也沒興趣嘎這一腳。那你說啊，以後我們還可以處理加薩以外的其他問題，其他問題變成真的聯合國，我跟你講，美國其他總統也沒興趣啦哦，就像那個印太什麼印太經濟架構一推出來，我就嘲笑他說，哎，那是拜登的玩具啦，果然沒多久沒了。那這個川普的玩具啦，沒多久就沒了。是，川普這個好熱鬧哈，大家還花錢交朋友。那我們可以看之後會發展成什麼樣。但是呢，這一次的這個和平委員會的首波邀請名單包括有誰啊？像加拿大啦、土耳其啦、埃及、阿根廷、印度、匈牙利等等，甚至這個歐盟執委會也都受到了邀請。那最近一直被美國羞辱說你們是我們第51州的加拿大呢，他的总理卡尼就表示，好，我可以接受加入委員會，但是你要我花這10億美元去買你的永久席位，不好意思啊，沒有興趣。另外，和平委員會成立的目的也引發了某種陰謀論哦，說就是要削弱現在一些聯合國可能話語權等等。尤其呢，川普近年又是關稅啊，又是插手世界上各式各樣的事務，還直接派兵這個抓捕馬杜羅，引發了聯合國安理會啊，包括了中國大陸，包括了俄羅斯，甚至法國等國的強烈不滿。他們現在批評美國已經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狀況了。
那麼一個有趣的話題就是，既然這個和平委員會你的訴求是和平嘛，我們先處理加薩，之後可能可以處理更多嘛。那站在美國對立面的，像俄羅斯啦、伊朗啦、北韓跟中國大陸，要不要加入呢？大家一起來玩嘛，坐下來討論，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和平機會呢？楊老師，你會想入會嗎？如果他邀請我，對，我當然會入会。你会入会啊？哦，現在的國際政治不要跟川普作對，尤其是他很重視的土地開發，好處哦，有好處。好處就算了，好處就算了，因為好處是他說了算。是，但是呢，如果他邀請你，你不去，你拒絕，那只有壞處。但是你自己能不能跑到门口去敲門說我想加入？那當然有管道。我在想有一些國家可能也有表態，但不容易。是，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在加薩處理問題之外，變成川普的維持國際安全或者是國際秩序的這種聯合國或者是聯合國安理會？不要想得太多。基本上，我覺得他就是在處理加薩問題。也許在這個機制裡面呢，將來碰到中東的相關的問題的時候，也可以用。因為加薩的穩定牽扯到就是它的房價，对，它的这個工程。然後呢，加薩的穩定會來自於中東的穩定、以色列的穩定，所以你知道，這就跟一個鉚釘啊釘進去哈，讓以色列的情況跟中東、跟全世界在地緣政治、在就是金錢以及房地產開發多個層面更進一步的銜牽在一起。他的深意在這裡。至於說啊，我們比照這個拉出來取代聯合國，川普是退出66個聯合國相關機構跟其他的這些國際組織，因為他1月8號接受《紐約時報》訪問的時候，他就講一句話：哪有什麼國際法？我的行為只有我的道德觀才能對我有所限制。也就是川普說，我就是規則，我就是秩序。那尤其是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他現在真的這樣搞。那因此，他要一心一意想去開發的加薩地區，他就搞出了這個東西。一方面找大家來募款。那60億乘上10億乘上60個不得了。對啊，當然加拿大說他不會付哈，有些國家可能不會付，也是不得了啊。然後呢，再加上這個利益在這邊，我覺得其實他最主要是要去深化後續啊，這整個加薩開發的想法。所以你不要小看他，他把大家綁在一起，利益綁在一起，然後呢，地緣政治綁在一起。但是你要把它提升取代聯合國，我覺得不可能，因为我在想，他大概不會去邀請俄羅斯或者是中國大陸，俄羅斯也許會，所以我們就等到那個結果出來，他大概不會去邀請中國大陸，是，因為他反而怕中國大陸的力量進入到中東，所以呢，那我覺得北京也不會去敲門，那因此聯合國還是有它的用處，川普美國也沒有退出聯合國，但你說要取代它不容易的。是，好，剛才有提到加拿大不會要付這個10億美元加入你這個川普的小群體裡面，但是呢，最近加拿大還有另外一個動作，可能會讓美國要提出一些警戒了，就是呢，楓葉國他最近一直被美國嘲笑是51州嘛，各種關稅、各種話語都是對加拿大人很不客氣，所以現在呢，加拿大轉而去跟中國大陸破冰交好了。總理卡尼親自訪問到中國，還跟習近平主席會面後呢，達成了不少正面的關稅協議，像是加拿大將開放中國的電動車啊，每年4.9萬輛的進口，而且稅率從原本的100%是大幅降低到6.1%啊，這是打了一個超級大的折扣。作為互惠呢，中方也降低了對加拿大的這個油菜籽的關稅，3月1號開始從84%調降為15%，並暫時移除像是油菜籽粉啦、龍蝦、螃蟹、豌豆等等農漁業產品的一個針對性關稅。過去我們都知道，加拿大跟美國無論是地緣啦、種族啦、文化啦，可以說兩個人是最親近的這個兄弟之邦。那這一次兄弟之邦率先去跟這個美國現在最大的心腹大患中國交好了哈，做出了一個示範跟宣言，告訴全世界各國，你不想被川普霸凌的話，其實你也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啊，去跟這個敵人的敵人做朋友，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嘛。而中國可不可以扮演好接納這一些新朋友的一個最佳合作夥伴的角色呢？艦長怎麼看？我們先看啊，剛剛這個和平委員會，
東亞有一個多山的那個小島，它會不會起心動念去加入這個國際組織？而且川普本人可能他也想撈錢，然後他也想創造這個模糊，甚至他想要牽制中國大陸，他會不會也同意了？這個是值得觀察的。第二個，我們這樣講啊，其實剛剛楊老師講的非常對啊，就是川普千萬不要得罪，還是在很多方面要繼續合作，不然的話，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有關於北約的部分，你只要敢對格陵蘭怎麼樣，他就給你加稅，所以不是每個國家都跟中國大陸跟印度一樣可以承受這樣的關稅，還可以繼續談判。那所以我們講到說，從卡尼出發，卡尼當初他是怎麼來講中國大陸的？他說近年來啊，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那在這個加拿大必須要在這個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有利的地位。這個講的也就是原來就是單極，現在變成G2的一個狀況，也就是加拿大當初跟美國肝膽相照，結果惹來的就是第51州的肝膽俱裂。可是我們來看啊，相對於美國之外啊，這一個加拿大跟中國的貿易到底是如何？其實我們講到兩個國家的交好與否啊，其實背後的支撐都是貿易。如果說我們來看2015年到現在2024年。這是2024年的一個數據啊。那如果我們來對比的話，其實這2024年中國大陸跟加拿大的關係並不好啊。那但是呢，我們來看到，無論是中國的出口，也就是這一個紅色的部分，或者是中國的進口藍色的部分，其實10年之內都是翻倍成長。在這翻倍成長裡面呢，其實包含的項目非常多。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其實它出口的項目，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看到的中國大陸的強項，也就是有關於電子產品啊、紡織品啊，以及這個衣服、鞋類之類，都在這個位置。可是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進口的是什麼？其實也就是原物料。那這一個部分，就是美國現在對於加拿大建立了非常多的一個門檻，建立了非常多限制的部分了。所以我們講到說啊，這一些國家都已經盤點過那個對於中國或者是對於美國該如何的選擇，所以我們講到說加拿大才會做出這一個跟中國大陸成為這個新型戰略夥伴。是。好，感謝艦長的分析。那待會呢，下一段節目我們還要討論美國明說暗奪，現在就是緊盯格陵蘭不放，歐盟能否團結起來呢？還有現在最熱門的 AI 浪潮啊，除了晶片、除了記憶體的股價大漲之外，電力網會不會是下一個不可欠缺的重點項目呢？待會回來告訴你。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